俊 J 郑旭俊 ，A.K.A 韩国人心目中的潮流天花板，但在国内热度依旧不高，许多人还将他误以为是韩国的本土小众品牌。Rihanna、G-Dragon、Kanye West 等众多名人，正是该品牌的拥护者。连时尚大帝老佛爷 Kyle 在世时，更是在参观完他的服装创作后，便托人连夜带走了好几件衣服。他是如何坚守品牌风格的同时，持续巩固品牌地位的呢？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胜。今天的服装品牌商业故事介绍，要带您看到的是俊 J。俊 J 郑旭俊，1968年出生于首尔南大门的商店街，这是韩国传统服装市场的聚集地。而父母皆是从事童装市场的设计人员，因此郑旭俊从小的时候就与服装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因为他的父母总是将刚做好的样品都会优先给郑旭俊试穿，并且在他试穿过后表示喜欢的衣服都能意外的销量很好，因此他也逐渐对于服装设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在1989年的时候，他顺利的考上了4大顶级设计学院 ISMO 的首尔分校。这是一所法国私立的时尚学院，其中知名的校友包含像是 Rimac、Jacquemus 的创办人 Simon Paul Jacquemus， 还有现今 Bellman 的创意总监 Oliver Rousteing。虽然有些人也仅仅只待了不到1年啦。郑旭俊于1992年毕业，随后就进到了 Club Monaco 以及 Next 等韩国时装屋担任创意总监，可谓是一个头角峥嵘的年轻人。他在打工期间吸收了丰沛的时尚知识后，于1999年，31岁的他决定在首尔江南林荫路上的一个无屏工作室里开始创业，并成立了自己的首个品牌 Long Costume。Long Costume 自2001年开始推出第一个系列之后，品牌一路活跃至2006年。他的服装设计系列则是从周围的人和老师照片中获取灵感，就像是汲取经典作品后赋予了新的意义。而郑旭俊的产业链几乎都围绕在男装市场上。额外岔题，现今大红大紫的南韩首席模特李朱赫，便是借由此品牌开始出道的。而 Long Costume 出道短短期间内，郑旭俊就已经被当时不少记者媒体称赞，是一位能够媲美黑历时期的 Dior 和 Ralph Simons 的明星设计师了。但即便如此，真正厉害的是他被著名刊物《时代》杂志评选为亚洲4大设计师之一，使其声名大噪。而在品牌即将迈入第7个年头时，郑旭俊决定将其品牌名称更改为与自己同名的创作品牌俊 J。在亚洲范围内的成功，对于俊 J 来说只是一个开始。到了2007年，郑旭俊将服装市场转战于巴黎。在他首次的巴黎时装周上，以 Vogue 的创新改良风衣设计，并对风衣这个永恒的男装单品进行了重新诠释，成功吸引到了欧洲时尚界的目光。回想当时2007年的时尚潮流，大品牌们依旧喜爱使用罗曼蒂克的柔和色彩，并搭配民族风格中夹带一点奢华运动，使这个解构设计再一次成为时尚圈的焦点。这个想法便成为郑旭俊能够受到当时时尚圈青睐的原因。他解释了自己的时尚风格，韩国人认为我的设计具有欧洲风格，然而巴黎人却在我的作品中识别出了东方设计元素，并表示喜欢其中的韩国特色，使我在韩国及欧洲的经历创造了东西方美的独特融合。显然的，在自身的国家，若是能体验到其他地区的色彩与美，都足够令人耳目一新，并且想让人尝试看看与过往不同的设计风格。显然，俊 J 的名字在当时已经成为了Z世代欧洲时尚界谈论的话题，带有趣味解构、军中风格以及 oversize 廓形。每季都在尝试新鲜玩法的俊 J， 善于打破传统男装结构并加以创新，从不会被单一的设计元素所束缚，靠拢吸收新式街头美学来重新演绎经典。但你知道吗？其实一开始郑旭俊并不喜欢带有军装风格的服装。在韩国长大的他，美国武装部队的存在以及韩国义务兵役的制度，
极度的影响了他的观感。也是，如果让我困在军事重地出不来，我一定也会开始怀疑人生。他很直接的表示，当时我真的很讨厌军装制服，因为我觉得他们不好看。但又在郑旭俊服完役的3年后退伍，他逐渐的改变了他的想法，在细节中开始注意到军装设计的实用性和独特美感，打造 Street Tailoring 街头定制理念，打开了新一代的视觉审美。在俊杰系列中的轮廓线条，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出他深受90年代 Helmut Lang 及其未来主义影响。对于现代的 High Street 潮流，郑旭俊认为，很多品牌非常有策划的把街头和高级时装混合在一起，我更认为是非常聪明的做法。我不能否认这是目前趋势的事实，但我也认为高级时装的经典价值将会再次回归。就如同方才所介绍的，他会通过观察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得到设计灵感，同时也会细品老人和军人们的穿着。这种从中得到想法的原因，是因为这些人有时会比秀场上的模特更时髦，也更嬉皮。凭借着一次又一次的创作，俊杰的穿搭风格也逐渐受到了国际明星的认可。其中有一个著名的事件，就是老佛爷 Kyle 在执掌 Fendi 时期，观赏完俊杰的创作后，并且时任助理从意大利的著名精品店 Downtown 买了许多俊杰的衣服。可见当时的时尚界对俊杰有多么的推崇。在俊杰的设计系列中，除了擅长使用 Reconstruction 作为设计概念外，利用 Street Tailoring 的独特手法，更是颠覆了一般男性线条以及服装的剪裁。在他过往的作品中可以看到，整体设计大约有 70% 都是羊毛织物做成的主题面料，不单质感高雅独特，其稳定的结构特性更是能做出美丽的剪影。而羊毛材质也不单只是作为大衣外套，甚至适用于 Jack Pants、MA1 外套等街头设计，为街头造型注入了奢华的氛围。因此，即便是男装品牌的俊 J， 也能从中获取许多新街头女性们成为新受众。法国日报《费加罗报》将俊 J 的服装描述为经典的转变，这意味着虽然它很传统，但它有一种不容易被看到的独特风格。代表性的例子包括在传统风衣的袖子上添加皮革设计，以赋予足够的体积，又或者是将男士两地扣的外套解释为女士连身裙的下摆。乍看是男装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又像是休闲运动服。这种结构与潮流并进的设计，让它成功在巴黎时装周后，便开始频繁出现在世界各大时装周上。每一季都带有强烈个人特色的无性别主义理念，时常让男女模特身穿同一件衣服亮相时装大片，还将带有女性特点的廓形结构、剪裁手法足以重组和结构，却依旧保持男性的硬朗特征。在时尚潮流人士推荐的韩国品牌清单上，这旭俊的同名品牌几乎都是位居第1名。而亚洲时报 Asia Times 更是将他选为4名韩国国内顶级设计师之一。2代天团 G-Dragon 太阳，源自欧美顶级歌手 Rihanna、Pusha T 等都居用过俊 J 的品牌衣服，并受到外界的高度赞扬。而拥有的鬼哥黄鸿升也曾穿过俊 J 的服装参加时尚秀。这世界靠了自身的才华，让韩国以不同的形式走入世界大众视野中。因此，他也自2009年起获得三星集团的时装设计基金 SFDF 奖项，连续3年后，2012年，俊 J 决定加入三星旗下第一毛织 Child Industry。该集团是为韩国新兴品牌提供资金的领先集团。自此，俊 J 赢得了强大的国际粉丝基础以及供应布料的零售商。而他加入三星集团的作品也不单只是服饰类的创作，来看看近几年三星产品与俊 J 的联名商品系列，这质感与美观兼具的产品，不得不说还真的让我有点想入手了。而说完一系列的历史考古后，让我们来看看近期俊 J 所面临到的课题。在名次日益剧增的同时，很多人说俊 J 一直火不起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太过前卫。而其中前卫指的并不是说一些令人难以驾驭的服装或者款式，
而是当市场还没有反应过来时，俊J就已经说出了下一个世代的流行设计作品了。好比我们来看一下这2张图，放到至今也十分合理的 oversize 版型和 baggy 廓形。有人知道这是在哪一年的创作吗？没错，就是2013年。在当时流行窄身剪裁的2013年，所有人都往窄身剪裁靠拢。更有人指出，在人类对于衣着美学的进化， oversize 廓形和 baggy 版型都有可能再无成为时尚潮流的趋势。所以俊J当时的做法还是挺大胆的。直到2015年，当 Managio Versace 的 Batman 和 Balenciaga 加 Streetwear 的美学融入 High Fashion， 并将其变成主流，才证明了俊J当时的做法并没有错，只是走得太前。就好比2019年于首尔开设的首间旗舰店，整体均由不同密度的黑暗所组成。虽然在一些的墙壁有部分的白色长形切割来形成对比，但衣服也是在黑暗中展示。沉稳且宁静的感觉，就好比来到了一间无人美术馆。而反过来回推当时的流行趋势，不就是最喜欢休闲时尚和莫兰迪色系的时候吗？即便黑白灰3个颜色放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，但这种大面积的沉淀色和郑旭俊所坚守的品牌风格，却是一般人无法长时间秉持的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首尔的时候，除了去一些美丽的咖啡厅打卡之外，也蛮建议大家可以到俊J的旗舰店走走，体验一下身心沉淀的空间以及利落版型。当然，他们也有卖蛋糕啦。希望以上的分享能够让你们更加认识这个韩国传奇设计师郑旭俊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或许下一期影片也可以跟大家聊聊俊J 25SS 春夏系列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点吧。另外，如果你还想看到其他韩国潮流品牌介绍的话，也欢迎翻翻我过往的影片清单，或者在底下留言敲碗你们想看到哪些品牌哟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请不要吝啬你的手指，在底下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我是阿胜，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吧，安妞。于整年度销售成绩来到了110亿韩元，是前年成长的20倍。Shiseido 成立不到2年，就进而成为了韩国的时尚黑马。